伸出你的左手，看看手心之中是否有着这样一个印记。如果有，也许世界的命运将掌握在你的手里。邪恶的入侵，正义的反击，即将坠落的是我们，还是暗红色的苍穹？义唯有飞翔才能成长，权唯有战斗才能坚强。心经历了抉择，忘却了迷茫。少年侠岚们在飞沙鸣风的时刻，保持着信念，紧握着希望。田景山老师，归海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记得七魄之咒说，归海差不多也该完成转化了。哦，附体转化，霞岚也能被转化。你们看，归海额头上这个，我估计是灵印，一旦完全出现，转化就会完成。也就是说，那时，归海就没救了。啊！归海，你撑住啊！老罗，归海，小声点，附近可能还有霸凌把手，把他们引过来就麻烦了。可恶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？展翅，咒还对你说过些什么？全部告诉我们。没听说，不代表不可能。世人皆有欲念，你们霞岚也是人，不可能没有欲念。之所以不会被我们轻易附体，正是因为霞岚印记。霞岚印记就像一面盾牌，能够使灵察觉不到霞岚的欲念，所以要对霞岚进行附体，就要想办法让躲在盾牌之后的欲念暴露出来。的确，要放大霞岚的欲念，只靠我的灵术是不够的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东西，就是饱尽恶念的黑暗之土。咒用黑暗之土做出了极恶之杯，那个东西就是附体霞岚的关键了。极恶之杯？就是一块很大的黑杯。
我见过那东西。当我靠近时，心中恶念会被放大。没错，当恶念大得让灵发现，霞兰也就会被附体了。看来附体霞兰和附体普通人其实本质上没有区别，归结起来都是关乎欲念二字。既然这样，我想解救的方式也应该差不多。天井沙老师，你的意思是归海还有救？至少是有获救的可能。回神闪电能救回被附体的人，一方面是回神闪电能击碎人心中的恶念，一方面是回神闪电能照亮人心中被恶念遮挡住的美好回忆。回神闪电吗？好，我来。饶龙，等等，回神闪电动静太大，现在的情况一旦使用，肯定会招来不少敌人，而且回神闪电到底有没有用还说不准。哎呀，天井沙老师，你有话倒是直说呀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归海被附体的恶念是一个放大的状态，要解除这个恶念，必须找到这个恶念被放大之前是什么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对症下药，解救归海。这是展翅，这个东西你熟悉吧？这是退林的铜镜，能看到霞兰的回忆。没错，而且是全部的回忆，不管是被忘记的，还是被掩埋的，都能看到。但现在我们没时间一点一点去看归海的回忆了。饶龙，你是归海的老师，你应该最熟悉归海了。他有没有很在乎的人，很在意的事情，或者什么不好的习惯？归海，他早睡早起，作息严谨，勤于练功，学习刻苦，从不迟到，乐于助人。饶龙老师，你说的都是好习惯呢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这是在逐一排除归海的好习惯。我想排除完他全部的好习惯，剩下的就应该是他不好的习惯了。只怕等你排除完，归海都完成转化了。那我有什么办法？要找归海不好的习惯，就像要找游不动的好习惯一样难啊！你瞧，游不动，他贪吃贪睡贪玩耍。打住！那想一想，归海有什么特别在意的事情？种茶、泡茶、喝茶。这好像也找不到什么问题呀。归海在乎的人呢？这个嘛，我想我应该算一个吧。啊？听好了，我乃9公岭诸天殿镇殿使扰龙师爷，他们都是我的学生。孩子们，报上名字。游不动。我叫碧婷。无聊。他叫归海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。归海的妈妈。归海很尊重他妈妈，也很爱他妈妈。归海的那些好习惯，其实都是他妈妈培养出来的，当然也受到了我一些影响了。归海的妈妈以前也是一个霞兰，但由于在战斗中双眼受伤失明，后来就留在9公岭，照料9公岭的茶园了。我知道她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女霞兰，印象中她比你大个几岁吧？真是遗憾呐。是啊，很多人都这么觉得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归海对他妈妈双目失明好像有些看法了。看法？我多年退役的经验告诉我，归海的心结很有可能就是这个。天境沙老师，我们这么做不会抹去归海的回忆吧？放心吧，我们只是观看回忆，不会抹去的。相反，我们甚至可能需要唤醒归海的某些回忆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。
归海，怎么来了又要走啊？找妈妈有事儿吗？来，归海，忘记和妈妈的约定了吗？看到这个动作，不管遇到什么烦心事儿，都要开开心心的。我没忘记。妈妈，我都长大了，以后就别做这个动作了。害羞了？来，给妈妈说说吧，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吗？没有。真没有？今天，谢阿兰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。哦，是什么样的任务？了解自己爸爸妈妈作为霞兰的事迹，并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学习。很不错的任务。但归海为什么要不高兴呢？因为霞兰旭的同学们笑话妈妈，说一个什么都看不见的人，怎么会有光辉事迹？我一生气就和他们打架了？没有，你不让我打架。再说，他们也打不过我。我只是用你教我的元气吓唬他们。妈妈，你不要生气。傻孩子，妈妈生什么气呀？不会责怪归海，也不会责怪归海的同学。为什么？那只是他们不懂事而已。等他们懂事了，妈妈相信，他们就不会再笑话妈妈了。妈妈，他们还说你是因为救一个根本不认识的小孩，眼睛受伤，所以才看不见的，是这样的吗？差不多是那样的吧。可是我不明白，妈妈为什么要救一个不认识的小孩呢？这就是霞兰的使命，救人于危难之中，能明白吗？哦，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，孩子。归海，今天喝的普洱感觉怎么样？汤色深，口感干，纯。没错，普洱啊，就是越陈越香。今天这些普洱啊，算起来和你的年龄差不多呢。妈妈，关于茶的东西，你懂得真多。10多年了，也算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吧。是啊，第一次看妈妈采茶，我才那么高。哦，妈妈，还记得吗？我小时候有一次，霞兰旭的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，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作为霞兰的事迹，并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学习。记得，当时你还和同学生气了，不是？是啊，那是因为他们说你不好。当时我第一次听说了妈妈眼睛失明的原因。我记得我问你，为什么要为一个不认识的孩子牺牲自己的双眼呢？你说，等我长大了就明白了。那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妈妈，说实在话，我更不明白了。你明明是那么优秀的霞兰，明明有机会成为太极霞兰，甚至是神坠守护者，可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孩子，就为了救他一人，你牺牲了自己。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？真的，妈妈一点也不后悔。可是我觉得，如果妈妈没有失明，肯定能成为出色的霞兰，那样
不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了吗？如果连眼前的孩子都救不了，我还敢说自己会成为更厉害的侠岚，拯救更多人吗？妈妈，我现在真的不是小孩子了。不管你长多大、多高，永远都是妈妈的孩子。妈妈，我扶你回屋吧。归海，如果有一天你要面对像妈妈那样的选择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没想好吗？那等你想好了，记得告诉妈妈哦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是我会选择让自己成为更厉害的侠岚，拯救更多的人。丹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和归海的选择一样吗？我们继续吧。那小子的力量果然还是不行。谁？贾叶大人，是我。我已经把您吩咐的事情办好了。我们进攻9公岭时，祝恩在看着莫夷。现在，山鬼瑶已经前去接莫夷了。班郎在看守象离的神坠。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很好。天净沙和扰龙那边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鬼爪在加强巡查。只靠他巡查是不够的，有的时候，守株待兔是个好办法。贾叶大人的意思是，天净沙他们不会在魅谷里和我们耗着，一定会试图逃跑。所以，我们只需要守住魅谷的出入口。没错，让鬼爪他们去守住入口，而你到那个地方去。可是，他们有可能知道那个出口吗？而且，想从那个出口出去，他们不是自寻死路吗？真的有必要让我去吗？赵王，你帮我攻打9公岭，抢夺神坠，也算是立下一功。如果他们没走那条路，你在那里就做一个休整，恢复一下灵力吧。如果他们走了那条路，马上放出情报。明白了，多谢贾叶大人。说起来，我还真是很喜欢那个地方的风景，在那里养伤，恢复我的灵力，真算是一件惬意的事情。原来是这样。
时间不多了，展翅，你还能看到归海的恶念吗？嗯。接下来看你的了。嘿。天顶上老师，展翅真的能行吗？能救回归海吗？展翅能不能唤醒归海，更多的要取决于归海自己。